只用一束光就能在没有缝隙的水晶内部悬空雕刻出一个三维立体模型，这种科技感十足的方式就是激光内雕。那么在透明水晶中，光究竟是如何在不同的位置停留的呢？要想雕刻水晶，激光的能量密度就必须大于使材料破坏的某一临界值，而激光在某处的能量密度与它在该点光斑的大小有关。同一束激光，光斑越小的地方产生的能量密度越大。其实这个不难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放大镜点火实验？由于放大镜的镜片为凸透镜，具有聚光作用，所以当太阳光直射放大镜时，其会将射到它表面上的光线聚成一束，这其实就是焦点，也就是能量密度最高的地方。如果是火柴等易燃物，太阳光通过放大镜很快就能将其点燃。所以通过类似的聚焦技术，就可以调整激光的能量密度，在进入水晶和到达加工区之前，使激光的能量低于水晶的破坏阈值。等到达加工的区域后，再聚焦使其超过这一临界值，激光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脉冲，从而让水晶温度升高，达到熔点并发生融化，也就是受热破裂，产生极小的白点。而水晶的其余部分则保持原样完好无损。激光内雕机通常是会控制两束激光从不同角度射入透明物体，使它们交汇到一个点上，也就是焦点，然后放出大量热量，将该点融化成微小的空洞。通过在不同的位置上交汇，就能制造出大量微小的空洞，最后这些空洞就形成了栩栩如生的三维图案。市面上的激光内雕机大多都是绿光和紫光激光，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两种颜色的激光在内雕上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光的颜色与波长有直接关系，波长越长，颜色就越偏向红色，所以波长超出700纳米的光就是红外线，波长越短就越偏向紫色，波长小于400纳米的光就是紫外线。绿色属于可见光的范畴，波长为532纳米。在激光内雕中，这两种光最大的区别就是光斑的大小。因为光的波长与功率成反比，所以绿色激光波长长，功率反而低，它的光斑会更大。虽然加工效率更高，但只适用于精度不高的场合。而紫外激光功率高，光斑小，相应的它的加工效果会更加精细。